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最近天气好冷哦，好想跟乌塔一样，一直窝在被窝里。艾芙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带有铃兰花样以及浮雕线条的脖围，内里加了一层毛绒线，提升保暖度。类似绑带的设计，让脖围围起来之后，就像是一个蝴蝶结，优雅之中又带点可爱。来看看需要准备哪些线材吧。脖围的正面使用的是灰色的4股牛奶棉，内里是白色的毛绒线， 3.0 以及 3.5 的钩针，还有缝针。首先，我用灰色的4股牛奶棉以及 3.0 的钩针，从脖围开始钩织。第一行，锁边起针，起9个锁针。从第二行开始，我们要往返钩织。第二行钩9个长针，调锁针链背后的里山钩织。这是我的长针起立针方式，先钩一个带有起立针的短针，再一个锁针，钩针挑起短针的2条线，然后再钩织一个短针。你也可以用3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。这个起立针算是一针，接着我们继续钩8个长针，一共完成9个长针。我们一直如此往返钩织到第21行，一共钩织20行的长针作为绑带。你也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长度调整需要的行数。现在我们已经完成脖围一端的绑带，接着我们将拓展脖围的主体。无论你的绑带钩织到多长，从这一行开始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脖围的正面。第22行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3个长针，接着钩织7个长针，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3个长针。这一行一共完成13个长针。第23行，在每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。在钩织这条脖围时，每一行的短针，它的作用是可以让我们回到脖围的正面去做浮雕的花样。第24行，从这一行开始，我们会做浮雕的花样。我们先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3个长针，这里一样还在拓展脖围的宽度。接着再钩一个长针。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右边的浮雕线条，这些浮雕的线条都以外钩长针来完成。外钩时都跳过上一行的短针，钩织在上一行的针目上。我们挑起第22行的第3个针目，外钩一个长针，接着钩织3个长针。这里我们要跳过一个针目，从下一个针目上开始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在一个外钩长针，
这个外钩长长针是铃兰花的主要枝干。我们挑起第22行的第7个针目来钩织。接着一样又跳过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。接着再外钩一个长长针，作为铃兰花左边的侧枝。这个长长针一样钩织在第22行的第7个针目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第7个针目上延伸出了中间的枝干以及旁边的侧枝。接着再跳过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。接着是左边的浮雕线条，我们在第11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外钩长长针。接着跳过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长针。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完成3个长针的加针。而在下一行，我们继续钩织一行短针。因为第24行完成时有17个针目，所以第25行有17个短针。第26行，我们继续延伸脖围的宽度，所以在第1个针目上一样加针3个长针。我最后脖围的宽度拓展到了10公分。接着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我们要继续延伸这个右边的浮雕线条，我们继续挑起第24行的长长针，然后外钩一个长长针，这样就能一直延续着这个浮雕线条。接着又跳过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长针。接着是铃兰花的右边侧枝，我们外钩长长针，这个外钩长长针钩织在第24行的第9个针目上，也就是铃兰花的主要枝干上。然后又跳过一个短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。接着继续延伸中间的枝干，一样在第9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外钩长长针。接着又跳过一针，在下一针钩织一个长针。所有的外钩长长针背后都会空着一个短针的针目。接着我们要在左边的侧枝上钩织一朵铃兰花。钩织的方式是用爆米花针来表示，不过这里的爆米花针有点变化。我们先在侧枝上面钩第1针长长针，接着挑起长长针的这底下2条线，钩织4个长针。
接着将钩针离开线圈。这个爆米花针是由这5个针目构成。我们将钩针穿进第一个针目，就是第一个长针里头。线圈挂回钩针，再引出来，接着锁一针，这样就完成一个爆米花针了。接着这个爆米花针背后一样空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长针。然后又遇到最左边的浮雕线条，一样外钩长针，跳过一个针目后，再钩织3个长针。在最后一个针目，又继续延伸脖围的宽度，钩织3个长针的加针。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脖围的宽度也拓展到我所需要的了。总共是21个针目，宽10公分。接着在下一行又继续钩织短针。而遇到这个爆米花针的时候要注意，它左边这里容易让人家以为是一个针目，记得是这里才是下一个针目。第28行，我们一开始就不用再加针了，我们先钩织6个长针。接着会遇到右边的浮雕线条，一样沿着这里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接着跳过1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钩织一个长针。而现在是右边侧织的铃兰花了，我们在右边侧织上钩织一个爆米花针，一样第一针是一个长针。接着一样挑起这个长针底下的2条线，钩织4个长针。再将钩针离开线圈，穿进第一个针目，挂回线圈之后，引出来再锁1针，完成右边侧织的铃兰花。接着再跳过1针，钩织一个长针。接着又是中间的枝干，钩织一个外钩长针。跳过一个针目之后，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是左边的浮雕线条，外钩一个长针。再跳过一个针目，钩织6个长针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算是完成了一组完整的浮雕花样。
接着下一行又继续钩织一行短针。我们可以重复钩织24行到29行。花样的图解在这边。我们如此重复钩织，一直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。而在浮雕线条的左右两侧都是6个长针，中间这里就是一组浮雕的花样。如果你想增加或减少脖围的宽度，都可以调整这左右两旁的长针。我一直钩织到第92行就准备减针了。我最后完成的这个脖围主体有48公分。我们可以对应着一开始的加针，再减针回去。我们忽略短针那一行不计，在接下来的3行长针里面，我们一开始都将这3个长针做一个并针。这是我开始并针的第1行。不论你想要的长度到哪一行，中间的浮雕花样顺序都是一样的。最后的3个针目也并做一针。接着钩织短针，这一行一共剩17个针目，所以完成17个短针。而在94行，我又再做第2次的并针，也就是在头尾一样又做3个长针的并针。现在已经只剩下13个针目，第93行钩织13个短针。第96行最后一次的并针，一样是头尾3个长针的并针。这次的并针完就会剩下9个针目，就跟一开始我们绑带的宽度针目是一样的。我的这一行并针，第3个针目所遇到的刚好是一个外钩长针，所以是前2个长针与这个外钩长针并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针目。而结尾的3针与开头对称，第一个是外钩长针，再将后面的2个长针一起并针，成为一针。现在已经并针到只剩下9个针目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钩织另外一端的绑带。接着我们就跟一开始一样，进行长针的往返钩织。因为另一端的绑带我钩织了20行长针，所以在这里我也往返钩织了20行的长针。接着我们再重新起线，钩织另外9行的长针，每一行有9个针目，当作是这个绑带的结。我们将这个织片最后断线留长线，将两端缝合起来变成一个圈。
接着我们用这种毛绒线钩织内里，我用 3.5 的钩针钩织内里。我们先锁边起针，起10个锁针。因为毛绒线的粗细与牛奶棉不同，你可以依照实际的情况去起针到你所需要的长度，而这个长度要跟我刚刚钩织脖围的起针时那9个针目的长度是一样的。接着1个长针的起立针之后，我们可以在这个锁针链的头尾进行加针。我从第2行开始，一直加针到第5行，这个宽度就会到达我需要的脖围宽度。使用长绒线钩织时，因为很难辨认第一针在哪里，所以记得放上记号扣。而辨别针目的方式是，你用手指头去摸，有一个凹陷的地方，那就是一个针目。这是第2行的最后一个针目，做一次加针，也就是2个长针勾在同一个针目上。接着第3行到第5行也是头尾都加1针，你也可以依照实际情况去做调整。我是加针到了第5行之后，这个宽度就会到我需要的宽度。之后就进行往返钩织，一直到我所需要的长度。我一直钩织到了第44行，接着就对应着一开始的加针，再减针回去，也就是在头尾都做2个长针的并针。最后引拔断线，接着我们将内里缝合在背面，可以用记号扣帮忙固定。最后打结并藏好线头。别忘记这个圈，我们将接缝的痕迹朝向内里那一面。将这个圈穿过其中一头的绑带，并且在背面这里进行缝合，这样才能让另一端的绑带从前方穿过。这样这个温暖的脖围就完成啦。这么冷的天气，围在脖子上一定很温暖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一起钩织它吧。这集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喽，拜拜。